你好，我小鸟，欢迎再次来到我的频道。春节假期，我难得的久违的又去旅行了。这次去了京都，走了哲学之道。从这次视频开始，我打算分几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见闻。今天先说一说银阁寺。去银阁寺很简单，只要在京都站坐5路公车，就可以直接到达。那京都站的 bus station 在 A 区就可以等到5路公车，但是由于坐的时间呢有点长，就是经过的站比较多，所以建议稍微找个座位坐一坐。到银阁寺站之后，对面就是哲学之道的大牌子。那这边呢还有大银定食，这一家我去尝过，味道不错呢，价格也公道，是一家老奶奶开的家庭餐馆，建议大家如果饿了呢，可以去尝一尝。哲学之道实际上呢，是从北边的永观堂一带一直延伸至此呢。那银阁寺前边这一段呢，还不算最漂亮的，我感觉最漂亮的应该是从法人院开始。那么下面呢，再有几期我会陆续给大家介绍。2月份的天气既没有樱花，也没有红叶，即便如此，那哲学之道呢依然很漂亮。不过京都的早樱已经开了，我在这个京都动物园看见几株，这边呢还没有开。那好像如果你再过几天的话，应该就有樱花开了。那说起这个银阁寺呢，大家可能又想起金阁寺。金阁寺是足利义满修的，而银阁寺是他的孙子足利义政修的，始建于15世纪。而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因战乱荒废，那在江户时期又大规模重建。那我们今天看到银阁寺实际上是室町时期和江户时期审美的结合。足利义政就是这一位啦。他在位时期呢，因为社会动荡，战乱不停，所以他隐退之后呢，就出家了，法名叫做慈照，银阁寺就叫做东山慈照寺。这是一个长达50米的参道，叫做银阁寺园。这一边呢是竹园，这个很有特色。走过中门，左手边就是大玄关和沙地庭园。再走过一道门，那么你看墙外面就是远处的东山，近处呢就是银沙滩和向月台。这也是江户时期才修建的，所用的白沙呢是京都特产白川沙，据说反射率极高。那民间传说银沙滩是为了反射月光，继而照亮银阁，而向月台呢则是为了让人们坐在上面等待东山的月亮。但实际上向月台看起来有点像富士山，而银沙滩是以中国的西湖为原型修建的。那么白沙滩和望月台呢，在一进中门很显眼的位置，非常抓眼球。我们进入方丈，左手边开了一扇小门，可以让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刚入门的沙地庭园。方丈又叫本堂，也是18世纪修建的。沿着这个方丈本堂往前走，就是国宝东球堂以及它旁边的银阁寺行首水钵。行首水钵对于茶道来讲很有意义，因为它是千利休很欣赏的一款手水钵。那东球堂呢，原来是足利义政的书斋，也就是持佛堂。那它里面的书斋叫做同仁斋。在重新解体修建的时候，发现了地炉间的墨书，所以就认为当初在这个室内是用来喝茶的。那它有这个4榻榻米的半茶室那么大，就被认为这是所有以后日本茶室的来源。那它也就是国宝。这个就是手水钵，那这个就是东球堂。东球堂并不是实时开放的，就是在春秋两季的特定几日开放。如果你想进去参观，一定要注意银阁寺的通知。那么转过来，银阁寺的庭园呢，在初期它是模仿了胎寺，也就是西方寺的庭园。所谓的梦窗书石设计，那么在江户时代，庭园被大规模的改修，也就失去了原来的面貌。只有在半山腰的时候，一会儿我们看到会有一个枯山水庭园的遗址。
那是保留了视听时代风貌的。那无论如何，漫山的青苔给人肃穆脱尘的感觉。还有人觉得这山上山下的景致让人想起《指环王》里面的布景，总之就是此景只因天上有一股仙境的感觉。我个人的感受是，进来之后确实有一种脱尘的感觉，难怪足利义政当年在此隐居。虽然银阁寺在江户时期经过了基本上是完全的整修，那保持在原来位置上的除了银阁之外，并没有任何一个建筑，但是呢，我们依然可以瞥见当时足利义政别院的风格以及它的审美。那么参观银阁寺呢，是要爬一小段山路的，在顶端的时候，就是最高点的时候，可以俯瞰到京都的风景。当年足利义政隐居在这里，那下面的京都是充满战乱的一片焦土。他看了之后，作为退位的将军，我想心里也不好过吧。这一段山路呢并不长，但如果你回头可以看到水波纹印到银阁的白墙上，非常美。顺着山道往上走，就会到达室町时期的枯山水庭园遗址树显亭。这就是我从网上找了一张更清晰的图片，看起来有点像西方寺的祖石的感觉。这个呢，旁边就是茶井，传说足利义政在这里洗水煮茶。再往上面走一段，就到了最高处。那么我们可以从这里俯瞰整个东山地区京都的全貌。这个是银阁凤凰，这也是江户时期的，以前就是一个宝珠。走下山的时候，就有机会近距离静下心来观赏银阁，因为刚进门，大家都聚在银沙滩那一块，实际上是我觉得有点破坏银阁的氛围。那下山这一段就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它的这个苔藓花园以及银阁。那传说足利义政是想往上面铺上银箔的，我不太相信这种说法。说实在的，因为我觉得它不太符合它整个庭园的审美。你看屋顶就是原色的桧木，那墙壁几乎是黑色的，窗子呢是白色，一种很素雅的感觉。那我们一会儿还近距离可以看到它屋顶的结构，它在下面放了一片供大家仔细的观察，确实很震撼，就好像近距离观赏历史一样，一片一片的经过了风霜，那今天还展现在我们面前，确实让我很感触。那好了，这就是我们参观的传说中京都人才来参观的银阁寺。大家说旅客会喜欢去金阁寺，那京都人喜欢来银阁寺。我觉得其实都很美，只是风格不同。那你不能以鼎盛时期的室町时代的庭园风格来对比那战乱时期的室町时代，就好像你不可以把赵匡胤和赵佶来做对比一样。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也请点赞关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